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。这一题呢是一个关于矩阵乘法的题目。他说呢，令 x、y 是两个实数，满足这样的一个矩阵乘法，而且呢 x 平方加 y 平方不等于0。最后要我们求 x 平方减 y 平方去除以 x 平方加 y 平方的值是等于多少？那同学，你从最后他给的这个条件呢，应该不难可以猜测出，最后呢我们应该是要求出 x 跟 y 的一个比例关系再带进去哦。好，那这个矩阵乘法呢，对我们来说比较棘手，就是这个19次方。那我们就先来试看看乘个一次方。好，现在呢这个列矩阵哦，根号2 1再去乘上呢这个二阶方阵-1 2 1负1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会变成怎么样。OK， 好，这样乘完之后呢，会变成负根号2加2跟根号2减1。好，一样是一个列矩阵，乍看之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哦。但是呢，当你发现呢，我们把后面这个矩阵呢提出一个纯量根号2减1的时候，那前面呢这个第一列第一行哦，就是剩下根号2，然后后面的这个呢第一列第二行呢，就剩下1，就剩下1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根号2 1这个列矩阵呢，完全就跟一开始我们矩阵乘法左边这个列矩阵是一样的。那同学，这个我们数学上呢叫做它的左特征向量哦，根号2 1哦是它的左特征向量，所以呢，如果呢你把它看成是一个 v 哦，这个列矩阵哦，这个列向量再乘上 a 哦，这个二阶方阵，它就会变成一个 lambda 再乘上 v 哦，这个 lambda 是它的一个特征根。然后所以呢，同学我们有这样的性质，就是 v 乘上 a 等于 lambda 乘上 v 这个性质之后，那我们就可以让这个 a 呢有更高的次方，也会得到类似的性质哦。比如说呢 v 再乘上 a 的平方呢，就会变成v 再乘上 a 再乘上 a。好。然后呢，前面这个 v 乘上 a 啊，就是 lambda v 嘛，lambda v 再乘上 a， 那后面的 v 再乘 a 呢，再乘一次哦，又变成个 lambda v 哦，所以变成 lambda 平方 v 了。那以此类推啊，如果说今天是 v 再乘上 a 的19次方的时候呢，我们每乘一个 a 就会产生一个特征根哦。好，那19次的话就变成lambda 19次方再乘上 v。好，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性质。好，那再来，我们有了这个性质之后呢，我们第二步处理起来就不是那么困难了，因为呢，我们原本要计算的这个矩阵乘法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 v 再去乘上 a 的19次方，再去搭配这个航向量嘛 x y， 那就会等于0哦，就会等于0。好，那前面这个呢，我们已经算出来，它就是 lambda 的19次方再去乘上 v， 然后这个 v 就是根号2 1嘛，根号2 1，然后再去乘上 x y。好，这个会等于0哦，这个会等于0，可以。好，那 lambda 19次方呢留着，那这个就剩下根号2x 加上 y。等于0。那同学们要留意一下的，lambda 19次方呢，这个数字呢，它是不会等于0的哦，它是不会等于0的，因为 lambda 是根号2减1嘛，所以呢，最后呢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x 跟 y 的关系式，就是呢，根号2x 呢，加 y 是等于0，也就是说呢 ，y 是等于负的根号2x 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。好，那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比例关系了。我们看一下第三步，最后一步，我们要求的x 平方减 y 平方去除以x 平方加 y 平方呢？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是把刚刚所得到这个结果y 等于负根号2x呢，把它带进去，那于是呢就可以得到呢 x 平方，好的是减 2x 平方，那分母是 x 平方再加上 2x 平方，那 x 平方可以约去因为这边已经跟你说呢，我们 x 是不会等于0的，所以呢最后算出来就是负的1/3这一个答案了。If you like my video, don't forget to like, subscribe, and share!